如果我在街上随便拦住一个人，问他《金瓶梅》到底讲了什么，10个人里可能有9个人会笑一下，然后压低声音说：不就是西门庆和潘金莲那些事吗？不就是一本不能放在桌面上说的书吗？可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一本被误解了几百年的书，偏偏能让那么多真正懂文学的人反复谈起？为什么他明明写的是明代的市井生活，却让今天的成年人越读越心惊？如果我告诉你，《金瓶梅》根本不是一本风月书，而是一部把金钱、欲望、婚姻、阶层、人情和命运全部写透的清醒之书，你信不信？他写的不是古代人的荒唐，而是现代人的困境。他写的不是一个坏男人和几个坏女人，而是一群普通人在欲望里越陷越深，最后被生活一口吞掉。你看，《红楼梦》像一场贵族黄昏里的梦，梦里还有诗，还有花，还有月亮。《金瓶梅》不一样，它没有那么多梦，它更像半夜3点的出租屋，更像灯火通明的写字楼，更像饭局之后空荡荡的街道。他写的是人怎么为了活下去变得不体面，也写人怎么为了过得更好，慢慢弄丢了自己。所以今天我们不把它当猎奇故事讲，我们要把它当一面镜子讲。你听到最后，也许会发现清河县从来没有消失，它只是换了名字，它可能叫职场，叫婚姻，叫城市，叫人情社会，也可能叫你每天醒来之后不得不面对的生活。先说西门庆，很多人提到他，第一反应就是色鬼。可如果你只看见这一点，就太浅了。西门庆真正可怕的地方，不是他爱美色，而是他永远不满足。他想要钱，想要权，想要女人，想要名声，想要别人低头，想要整个清河县都围着他转。如果把西门庆放到今天，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坏人，他更像一个混得很开的地方老板。他有店铺，有现金流，有关系网。他懂送礼，懂应酬，懂借势，懂把人变成资源。表面上他靠风流过日子，实际上他靠控制感活着。他最大的恐惧不是失去某个女人，而是失去那种我说了算的感觉。你看，西门庆很忙，他不是只会躺在温柔乡里的人，他忙着做买卖，忙着放债，忙着结交官员，忙着把钱变成权，又把权变成更多的钱。他特别像今天那些永远在扩张的人，项目要做大，人脉要铺开，身份要抬高，圈层要突破。别人觉得他风光，他自己却停不下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内心没有底，他只能不断往外抓，抓到钱，他觉得自己安全一点；抓到权，他觉得自己稳一点；抓到女人，他觉得自己被证明了一点。可是越抓越空，越空越想抓。很多现代人不也是这样吗？今天焦虑业绩，明天焦虑房贷，后天焦虑同龄人已经上岸。手机一打开，别人都在赚钱，别人都在旅行，别人都在变好，于是你也不敢停。你刷短视频，买东西，熬夜，拼命证明自己还有价值。你以为你在追求幸福，其实你只是在逃离不安。西门庆就是这种不安的放大版。
他不是欲望的主人，他是欲望的奴隶。人最危险的时候，不是想要一点东西，而是误以为拥有更多东西就能填平心里的洞。可洞如果在心里，外面的金银再多，也只是往深井里扔石头，声音很响，却填不满。再说潘金莲，很多人一提他，就给他贴标签，狠毒、放荡、心坏。可《金瓶梅》最厉害的地方，就是他不让你轻易审判一个人，他会逼你问一句，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潘金莲一开始不是魔鬼，她是被命运反复转手的人。她从小就被卖来卖去，她漂亮，但漂亮没有保护她，反而让她更危险。她聪明，她会唱曲，会弹琵琶，也有心气。可那个社会没有给她一条正路，她没有娘家，没有财产，没有身份，也没有选择权。她像一件好看的物品，被人挑选，被人摆布，被人处理。最后她被塞给武大郎。大家换位想一想，一个年轻女人心高气傲，偏偏被命运按进一间低矮阴暗的屋子里，每天看见的是油烟，是炊饼，是街坊的眼光，是永远没有盼头的生活。他的痛苦不只是穷，穷还能忍。他真正受不了的是，我明明不甘心，却没有路。这种感觉今天也很常见。一个人明明努力过，却被出身卡住；明明有能力，却没有资源；明明想往上走，却发现门槛根本不为你打开，于是心里就会长出一种东西，叫怨。怨久了，就会变成毒。潘金莲遇到西门庆的时候，很多人只看到私情，可换一个角度看，他看到的是出口西门庆的衣服、气场、钱、身份，都像一扇门。那扇门背后是他渴望了很久的生活。他不是单纯爱上一个男人，他是爱上那个男人背后的阶层。他想借他翻身，他想逃出原来的命，于是他把自己能用的筹码都押上了，身体、心机、眼泪、狠劲。你可以说他恶，没错，他后来真的恶，可他的恶不是凭空来的，他的恶长在匮乏里，长在屈辱里，长在没有退路的恐惧里。一个人如果没有被好好当成人，就很容易学会把别人也不当人。潘金莲的悲剧不是风流的悲剧，是底层人没有正当上升通道之后走向黑暗捷径的悲剧。他以为抓住西门庆就抓住了命运，可他不知道，靠别人打开的门也随时会被别人关上。进入西门府之后，他才发现噩梦不是结束，而是开始。因为西门府不是家，它更像一家关系复杂的大公司。西门庆是老板，吴月娘是掌管基本盘的原配，李娇儿带着旧日风月场的人脉和钱，孟玉楼带着嫁妆和资产，后来出现的李瓶儿更是带资进组的大股东。那潘金莲有什么？她几乎什么都没有，她唯一的资源就是西门庆的宠爱。请注意，这一点很残酷。当一个人在关系里只靠宠爱生存，他就会变得极端敏感，对方多看别人一眼，他慌；对方少来一天，他慌；别人比他有钱，他慌；别人比他温柔，他也慌。因为他知道，一旦宠爱消失，他在这个家里什么都不是。这像不像职场？
别人有学历，有背景，有资源，有资金，你什么都没有，只靠老板一句欣赏，那你能不紧张吗？你必须时刻表现，必须讨好，必须争，甚至必须打压别人。因为你不是在争面子，你是在争饭碗。潘金莲的可怕正是在这里，她不是为了爱情而斗，她是为了生存而斗。她看到李瓶儿的时候，真正崩溃的不是情感，而是安全感。李瓶儿有钱，有温柔，有孩子，还有西门庆少有的真心。他几乎拿走了潘金莲想要的一切。一个靠宠爱活着的人，最怕看见另一个人既不缺钱，又被爱着，那会让他觉得自己彻底无路可走。于是他必须出手人性最黑暗的地方，往往不是恨一个陌生人，而是恨一个照出自己匮乏的人。李瓶儿就是那面镜子，她越温柔，潘金莲越刺痛，她越从容，潘金莲越狼狈。她越被珍惜，潘金莲越觉得自己像个笑话。所以《金瓶梅》写宅斗，从来不只是写女人争风吃醋，她写的是资源有限时，人怎么互相撕咬。他写的是，当爱变成饭碗，人就会把温情当成武器，把亲密关系变成战场。你看，这多像今天很多关系，婚姻里争的真的是爱吗？很多时候争的是房子，是钱，是话语权，是谁能做决定。职场里争的真的是能力吗？很多时候争的是位置，是资源，是上面看见谁。人情社会里争的真的是脸面吗？很多时候争的是安全感，是不被淘汰。所谓的体面，只是利益还没有被逼到墙角。一旦生存被威胁，人就会露出牙齿。接下来故事真正压抑的部分来了，李瓶儿生下了儿子。关哥，这个孩子一出生，西门府的权力结构就变了。因为孩子不只是孩子，他是继承人，是希望，是未来的筹码。西门庆高兴得不行，李瓶儿本来就被宠，现在又有了儿子，地位几乎稳了。潘金莲呢，她被推到了更边缘的位置。她知道，如果这个孩子顺利长大，李瓶儿就会彻底坐稳，她以后再怎么闹也很难翻身。于是她把目光投向了孩子。这一段是整本书里最让人发冷的地方。潘金莲没有用那种粗暴的手段，他用的是更阴狠的方式。他养猫，训练猫铺红布，他制造噪音，制造惊吓，制造长期的精神压力。他不直接把刀递出去，他只是把危险放在别人门口。等那一天发生了，他还可以装作无辜，这才是高级的恶。现实里也有这种恶，不是所有伤害都会留下证据。有些人不明着打你，却天天消耗你；不正面攻击你，却让你一直处在紧张里。他们一句话，一个眼神，一个故意的冷落，就能让你怀疑自己，最后你倒下了。他还会说，是你自己太脆弱。李瓶儿的问题也在这里，她太软。她知道潘金莲不善，可她不敢撕破脸。她害怕冲突，害怕得罪人，害怕让场面难看。可在狼群里，软弱不是善良，软弱会变成恶人的帮手，
因为你的退让会让对方确认你没有反击能力，最终关哥受惊、生病、死去，李瓶儿的心也跟着碎了。她像一支被风吹灭的蜡烛，一点一点暗下去。孩子死了，她也没撑多久。很多人读到这里会恨潘金莲，应该恨，可更应该看见一个更大的问题。在一个没有规则的地方，善良没有保护，恶意没有成本，最后受伤的永远是最软的人。李瓶儿的悲剧不是她不够好，恰恰是她太好，却没有锋芒。善良如果没有边界，就会被人当成软肋；温柔如果没有力量，就会被命运随意揉碎。你以为潘金莲赢了吗？她确实除掉了对手，可《金瓶梅》最冷的地方就在这里，她从来不让恶人真正胜利，因为用毒赢来的一切，最后都会反过来毒自己。李瓶儿死后，西门庆崩溃了。很多人以为西门庆没心没肺，可作者偏偏写出他少有的深情。他哭，他痛，他像丢了魂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李瓶儿对他来说，不只是一个女人，她是他混乱人生里少有的安慰。西门庆这一生，身边围着很多人，可这些人大多都在算计他，依附他，利用他。只有李瓶儿给过他一种被需要又不必防备的感觉。他有钱，却不图他的钱；他温柔，却不是演出来的。他让西门庆第一次觉得，自己不只是一个资源中心，也是一个可以被惦记的人。对一个长期活在权力和交易里的人来说，这种感觉太稀缺。可他刚刚碰到一点真情，就失去了。于是他开始更疯狂的纵欲。请注意，这时候的纵欲已经不是享受了，它更像自毁。一个人越痛，越想找刺激麻痹自己。有人失恋后疯狂喝酒，有人压力大就不停购物，有人空虚就刷手机刷到天亮，有人明明累到崩溃，还要继续证明自己。为什么？因为安静下来太痛了。西门庆也是，他不敢面对失去李瓶儿之后的空，他只能用更强烈的感官刺激把那个空暂时盖住。可盖住不等于消失，伤口不处理只会烂得更深。潘金莲这时候也没有赢，西门庆回到他那里已经不是爱他，而是发泄。他的心不在了，他的身体也快垮了。潘金莲赢了战役，却输了整场人生。他除掉了对手，却除不掉西门庆心里的怀念。他保住了位置，却失去了被爱的可能。很多人一辈子都在犯这个错，以为把对手赶走，自己就能幸福，以为赢了关系里的竞争就能得到真心。可真心不是战利品，它不是靠斗来的，也不是靠抢来的。靠手段得到的位置，最终只能靠更多手段维持。那不是幸福，那是长期戒备。人最累的状态，就是明明身在胜利的位置，却一天都不敢放松。故事走到这里，西门府已经像一栋外表华丽、内部腐烂的楼，看起来还有灯，有酒，有客人，有热闹。可梁祝已经空了，西门庆的身体开始垮，他还在喝酒，还在吃药，还在纵欲。他需要一种药来维持自己的幻觉。
那药在书里像一个象征，它象征着人对身体的透支，也象征着人对欲望的依赖。今天我们当然不会把它只理解成古代的春药，它更像现代人的多巴胺按钮。短视频是药，购物是药，酒局是药，虚荣的点赞也是药。它们让你短暂兴奋，让你觉得自己还行，让你忘掉疲惫和空虚。可它们不解决问题，它们只会让你越来越需要下一次刺激。西门庆死得很难看，他在最荒唐的场景里被自己的欲望榨干。更讽刺的是，他临死前想的仍然是账本，是银子，是铺子，是欠条。他这一生像一个巨大的计算器，算钱，算人，算关系，算利益。可到了最后，他算不出生命还剩几天，也算不出人心会冷到什么程度。他以为自己拥有了很多，可死的时候能带走什么？带不走钱，带不走官，带不走女人，也带不走那些曾经围着他笑的人。一个人如果把一生都交给欲望，最后连告别都会变得空洞。西门庆的死不是偶然，是他一生透支之后的总账。凡是透支身体得来的快感，都会让身体讨回去；凡是透支关系得来的利益，都会让关系讨回去；凡是透支良心得来的风光，都会让命运讨回去。你欠什么，最后就会被什么追上。西门庆一死，真正的人性大戏才开始。因为人活着的时候，有钱有权，身边都是笑脸。人一倒下，谁真谁假，一眼就看清，西门府很快就散了。那些平日里称兄道弟的人，转身就投靠别人；那些吃过他饭，拿过他钱，靠他风光过的人，跑得比谁都快。应伯爵这类人最像今天的酒肉朋友，你在高处，他叫你哥；你一失势，他连信息都懒得回。利益在，感情就在；利益断，关系就散。这不是他突然变坏，而是他本来就没真过。还有家里的仆人，看到主人没了，开始偷东西。女婿陈经济也趁乱勾搭潘金莲，转移家产。整个西门府像一个关门前的商场，所有人都想抢最后一件东西。你看，这就是没有真正共同体的关系。平时看起来热闹，其实全靠一个利益中心撑着。一旦中心倒了，所有人都只剩自保。现实里也一样，很多公司看起来团结，是因为老板还有钱发；很多圈子看起来热闹，是因为有人能提供资源；很多亲戚看起来亲，是因为还有利益可以分。等利益一断，人心就像退潮后的海滩，什么垃圾都露出来了。但在这片混乱里，也有人清醒。比如孟玉楼，他看出西门府已经没有未来，就带着自己的钱选择离开。你可以说他现实，可有时候现实就是一种智慧。他没有把命运绑死在一个烂掉的地方，他有自己的私房钱，有判断，也有退路。这件事非常重要。一个人最大的安全感，不能只来自别人，不能只来自婚姻，不能只来自老板，不能只来自某个靠山。真正的安全感，一定要有一部分握在自己手里。
钱不一定能买来幸福，但没有独立的生存能力，很多时候连尊严都保不住。潘金莲就没有退路。西门庆死了，他的靠山倒了，吴月娘容不下他，他身上还有旧债，有人命，有丑事，也没有足够的钱替自己重新开路。他又一次被卖。请注意这个循环。潘金莲的人生从被卖开始，也以被卖走向结局。他挣扎了一圈，斗了一圈，狠了一圈，最后还是回到最初的位置。他一生都想摆脱商品的命运，可他从来没有真正拥有自己。他以为依附强者就能翻身，可强者一死，他马上被打回原形。这是多么冷的讽刺！一个人如果只学会抓住别人，没有学会建立自己，那么每一次靠山倒塌都是一次灭顶之灾。武松回来后，潘金莲还抱有幻想，她听说武松可能要娶她，竟然高兴，还打扮自己。很多人读到这里会觉得荒唐，可这正是他最悲哀的地方。直到生命尽头，他仍然相信，只要找到一个更强的男人，他就还有出路。他从来没有真正明白，靠山不是归宿，靠山也是风险。他想要一个人救他，可命运派来的不是救命人，而是索命人。武松的刀落下，潘金莲的一生结束了。他死得惨烈，可他的惨烈不只是报应，也是闭环。他曾经用毒害死武大郎，现在被武松清算。他曾经把别人当成通往上层的工具，最后自己也成了被处置的对象。他曾经拼命想逃出底层，最后却死在自己一生最熟悉的困境里。潘金莲让人恨，也让人叹。她不是无辜者，但她也不是天生的恶鬼。她像一把被生活磨坏的刀，最后伤了别人，也断了自己。再看庞春梅，她是后半段非常关键的人。她原本只是丫鬟，却心比天高。他跟着潘金莲看见了西门府里的所有斗争，他学会了一个规则：想活得好，就不能软。他比潘金莲更狠，也更狂。后来他离开西门府，进了新的门庭，甚至翻身成了贵妇。表面上看，他实现了逆袭，可他真的赢了吗？没有。因为他只是换了舞台，没换欲望。他得到地位之后，依然不知节制。他把曾经看见的那套生存法则继续用在自己身上。最后，他也死在纵欲和骄狂之中。春梅的结局告诉我们，很多人所谓的翻身，并不是摆脱旧命运，而是爬到更高处，重复旧错误。一个人如果没有清醒，越成功越危险，因为失败时欲望没有条件放大，成功时欲望才真正获得了扩张的空间。你看，西门庆死于欲望，潘金莲死于依附，李瓶儿死于软弱，庞春梅死于狂妄。每个人都像抓住了一样东西，以为那就是救命绳，可最后那东西都变成了勒住他们的绳索。钱能救西门庆吗？不能。美貌能救潘金莲吗？不能。温柔能救李瓶儿吗？不能。地位能救春梅吗？也不能。因为真正救人的从来不是外在的筹码，而是内心的尺度。一个人没有尺度，就会被欲望推着走。今天想要一点儿，明天就想要更多，
今天破一次底线，明天就觉得也没什么。最后你会发现，深渊不是一下子把人吞掉的，它是一步一步把人请进去的。更可怕的是，你走进去的时候，常常还以为自己在上升。《金瓶梅》最后写到大乱，写到西门家的香火断绝，写到孩子被和尚带走，热闹了那么久的西门府终于冷下来。曾经那里有酒有笑有钱有权有女人有客人，有无数算盘声和脚步声，到最后呢，空了，散了，没了，像一场大梦醒来，只剩一地灰尘。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？不是为了告诉你人生没有意义，恰恰相反，他是在提醒你，别把手段当目的。赚钱是手段，不是人生本身；关系是手段，不是灵魂归宿。欲望可以存在，但不能做主人。人可以追求更好的生活，但不能为了更好，把自己变成更坏。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在自己的清河线里。你可能不是西门庆，可你也会想要更多。你可能不是潘金莲，可你也会害怕被淘汰。你可能不是李瓶儿，可你也可能因为太心软，被人一再越界。你可能不是庞春梅，可你也可能在翻身之后，忘了自己为什么出发。所以这本书最珍贵的地方，不是让我们去骂古人，骂人太容易了。真正难的是看见自己。你有没有为了一个机会低声下气讨好过别人？你有没有因为别人过得比你好，心里发酸？你有没有在关系里明明不快乐，却因为害怕失去资源而不敢离开？你有没有明知道身体累了，还继续熬夜，继续硬撑，继续用刺激麻痹自己？如果有，那《金瓶梅》讲就不是别人，他讲的就是我们。他把人性写得那么黑，不是为了让人绝望，而是为了让人清醒。清醒什么？清醒地知道欲望不是恶，被欲望吞噬才是恶。钱不是错，把钱当成唯一安全感才是错。爱不是错，把爱变成生存筹码才是错。上进不是错，为了上进把底线卖掉才是错。人这一生当然要争取，可争取的同时也要知道哪里该停。一个没有停止能力的人再成功也危险，因为他不知道够了，他不知道累了，他不知道该回头了。西门庆不知道，所以他把命交出去。潘金莲不知道，所以他把自己逼成鬼。春梅不知道，所以他重复同样的毁灭。李瓶儿太晚知道，所以他没能保护自己。我们读这本书，不是为了学他们怎么赢，恰恰是为了看清他们怎么输。人生最大的悲剧，不是求而不得，而是在追求的路上，把自己弄丢了。到最后，房子有了，钱有了，位置有了，可心不安，人不暖，夜里醒来还是空。那又有什么用？繁华可以是背景，但不能是归处；关系可以是助力，但不能是牢笼；欲望可以点火，但不能烧掉整个人。愿你看过西门庆之后，知道欲望要有边界；愿你看过潘金莲之后，知道命运再难，也别把自己交给黑暗；愿你看过李瓶儿之后，知道善良要带锋芒；愿你看过庞春梅之后，知道翻身之后更要守心。
我们都生活在红尘里，谁也不能完全干净。可至少，我们可以努力不被红尘拖着走。愿你在想要更多的时候，还记得什么最重要。愿你在往上爬的时候，还能保住内心的柔软和清醒。愿你穿过热闹，仍然有心安。愿你看清人性之后，依然愿意好好做人。